我要买2C8。买雅迪不好吗？我就要买2C8，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多买几份保险。我就是要买2C8。你要骑2C8，估计早没命了。送你一辆 KTM2C8，你都不敢骑。大名鼎鼎的新手驱驰器，100公里消耗10个新手，过户10次都没有过磨合期，绝对的零差评机车。因为想要差评的人，在差评的路上就已经搭载着1190cc 的微型双缸发动机，0-100加速只需要3.2秒，却没有配备 ABS， 全程没有任何电控辅助系统。只要稍微失控，驾驶员就会直接被甩飞。我有幸骑过一次2C8，车是好车，极致的轻量化设计，大扭矩、高提速，香是挺香，就是113档起步都翘头，稍有不慎就得全村开饭。所以我的宝，如果你是新手，千万别碰2C8哦。咋？你这是干嘛呢？在网上买了个行车记录仪，不会装。行车记录仪不会装，别砸了，送我呀！收到货，打开盒子，预兑现，确实容易搞懵大家心态。但其实安装摩托车行车记录仪很简单，这小盒子上的线头不是有不同的颜色吗？先按照对应颜色拎上，然后就开始走线了，尽量把线隐藏在车座下面。2个摄像头一前一后安装固定，其他的 GPS、蓝牙什么的也按照说明书上推荐位置固定一下。最后接电，红色是正极，黑色是负极，另外一根线连接车辆钥匙门开关，方便在车辆通电后同步开启和关闭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就装好啦。有的行车记录仪有小屏幕，而这款记录仪是没有屏幕的，可以通过手机连接 WiFi 直接查看画面，简单方便。选择屏幕这一块就看个人喜好啦。你干嘛呢？我学会了呀，拆下来还给我。哎，拿了吧你，拿了吧你！这朵花对春风与红蜡，动情中似我风柔爱天下。人世更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多海棠去醉，也似到天下。1万块以内有什么回头率爆表的摩托车？1万以内不是地平线，而且回头率还爆表的摩托车，迷你摩托车称第2，就没有人敢称第1。外观小巧可爱，售价比你现在手上拿了手机还便宜。那身高1.6米能骑吗？别说1.6米，1.5米都能骑。真的假的？我表妹的座驾银钢小怪兽150，座高750，完全不挑人，腿长腿短都能驾驭。车重只有118公斤，实测最高时速能跑到105码，加满油都只要60多块钱，并且还能跑个300到400公里的样子，算下来1公里就1毛多，简直比骑共享单车还便宜。价格方面，小怪兽和狒狒同价，现在都是8980，但是比狒狒多了25cc， 1.1匹马力。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日常上街，只有迷你摩托车真的比骑仿赛更有回头率。油耗高，后期维护费用很贵，而且4缸摩托车本身就都不便宜。而对于经济水平有限或者刚入门的新手来说，双缸机是很好的选择，运转平顺，提速快，极速高。虽然它的低扭表现会受到限制，并且因为结构复杂，后期维修相对单缸来说会要麻烦一点，但日常公路骑行真的比4缸车更车型。单缸车也一样有单缸车的优势，别人只会告诉你它震动大，动力有限，不会告诉你它低扭爆发力强，油耗低，结构简单，维修方便，也不会告诉你它车本身就很便宜，能轻松去圆一个机车梦。宝，车无贵贱，适合为真哦。啥子才买奥古斯塔？为什么？它品牌力弱，开出去没人认识。它是艺术品。它身上连拖拉机都不如。它是艺术品。它死老贵了，一台随便几十万。它是艺术品。它不保值，新车1年亏10万。它是艺术品。我看它长得也不咋地。劝你治治眼睛吧。我要买宝马310。3几零？310。宝什么马？算了，跟聋子没什么好说的。回来，宝马310在网上被黑的最惨的宝马，也是传闻中最便宜的一款蓝天白云。网友口中的买标送车，说的就是它。310有拉力和街车2种车型，都同样搭载着单缸310cc 的发动机，拥有着同样感人的28.5匹马力。而比它便宜了1万多的凯越321RR，却搭载着双缸320cc 39.4匹马力，对比起来就略显良心啦。而且310整车是印度生产组装，品控这一块嘛不做评价，国内指导价5万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实际提车还能便宜1万多，4万上下就能拿下。但扎心的是，在印度只卖2万多，而且动力水平更强。可是我就是喜欢宝马标，能不能买？车无贵贱，适合为真。什么意思？买车是为了取悦自己，自己开心就是值得。
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动摩托车，你知道它是谁吗？最高时速能碾压2轮法拉利杜卡迪。这辆车的名字说出来你可能会十分震惊，因为它是国产品牌，而且还和杜卡迪一样，名字中都有一个迪。雅迪闪电 LS218 以最高时速218英里命名，是由雅迪和美国公司 Lightning 共同研发，是目前实测过速度最快的电动摩托车，实测极速为每小时351公里，售价高达24万，拥有200匹马力，快充充电只需要半小时。在内燃机摩托车中，速度能和它掰掰手腕，好像也只有 HRR、YLK 屏幕送。这一波必须要为雅迪点个赞。而传闻时速可达每小时400公里 ，WMC 201V 目前只是一辆概念车，至于它能不能赢雅迪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都说两能承载肉体，轰鸣洗涤灵魂，电动车始终没有灵魂，你怎么看呢？打10年工存够了40万，能不能买传祺 HR？ 能买，但不建议买。怎么又是能买，不建议买？买一辆很贵的摩托车之前，你应该搞清楚，摩托车和汽车不一样。汽车是交通工具，而摩托车至少目前只算是玩具。一是摩托车大部分城区去不了，二是摩托车强制报废年限是13年。严格来讲，两轮摩托车使用年限只有10年，10年以后每半年需要年检一次，年检通过可以继续使用，最多延期3年。假如你辛辛苦苦的存了很多年的钱，决定全都拿去买一辆炫酷的摩托车，我劝你还是算了。以40万为例，除以13，平均每年需要花费3.08万，抛去油费、保养、保险等杂七杂八的费用，车子放在那里，不管你骑不骑，相当于每天都耗损掉84块钱。而这辆车子并不能永远的陪伴着你，于情怀于经济而言都不划算。行，那不买了。可是我的宝，人一辈子又有几个13年呢？那你他妈的到底让不让买？又听你讲了1分钟废话。你知道一辆摩托车为什么要以猫的名字命名吗？摩托车厂里最感人的品牌故事，奔达金吉拉，型号 BD300-15。15是奔达厂里养了一只金吉拉小猫咪，长相可爱，性格粘人，但后来不幸病故了。于是奔达为了纪念这只小猫，新车就直接以猫的名字命名了。金吉拉车主可能都没有发现，他的车身上很细节地留下了15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对于奔达意义特殊，一方面是为了纪念15，另一方面也是在激励自己把车做好，希望客户能够喜欢 BD300-15，就像喜欢他们的15一样。虽然这台车交付之后还是被客户挑出了一些毛病，前段时间甚至部分车辆被厂家召回，但也说明了厂家面对问题的态度还不错。还有什么更感人的摩托车故事吗？有啊，关于 RC8 的故事还要从那个寡妇说起。3万以下人气最高的各种摩托车车型：仿赛、春风250 SR、拉力、豪爵铃木 DL 250、复古、五羊本田 CB190 SS、巡航、奔达金吉拉、踏板、雅马哈 NMAX 155、越野、无极300GY Rally、街车、春风250 NK、三轮、斯通纳猿猴125、弯梁、松山亚米。那些对摩托车的误解。骑摩托车就能泡到妞，能不能泡到妞与车无关，主要还是看人有没有魅力。反正在不懂摩托车的妹子眼里，杜卡迪和摩登没区别。骑2轮的就不如开4轮的。大家都是机动车，有什么谁不如谁的？而且贵的2轮也得大几十万，并不比4轮便宜。你觉得一个拥有大几十万2轮的人，家里会缺4轮吗？长途摩旅的人都是脑子有问题。我看你脑子才有问题，不要拿你的不理解去诋毁别人的信仰。摩托车排量越大，速度越快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哈雷、印第安都得骂骂咧咧的退出群聊。下一个，摩托车都很耗油，大牌摩托车油耗确实都不低，但是有一些以代步为主的小排量车型，真的比骑共享单车还便宜。有什么是买完摩托车之后才知道的事情？摩托车真的很费钱，七七八八提升骑行品质的装备真的太多太诱人了，根本把控不住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摩托车比我想象中的要重。以我拥有过的摩托车为例，宝马拿铁440多斤，杜卡迪街霸400斤，传祺ninja400，370多斤，连小猴子都120多斤，真的很重。买车之前建议先去健身房撸点人体哦。还有呢？停车放哪都感觉不放心，虽然知道400多斤的车一般人也偷不走，但还是怕一为色大金杯。还有就是不戴头套，头盔真的会臭，而且头盔上了4000以后，除了花里胡哨的配色，别的都差不蛮多。那你有什么是买完摩托车之后才知道的事情呢？我买完摩托车之后才知道骑摩托商会要驾照。降临长沙2套房了。你知道至今为止卖的最贵的头盔是哪一顶吗？是 AGV 罗西碳纤维竞技款，还是马奎斯同款需要以红蚂蚁？都不是，就这
还不到人家的一个零头。我听说过最昂贵的头盔是一顶粉红色的 AGV Corsa， 价格相当于一辆保时捷911。这款盔材质其实和普通的 Corsa 一样，贵就主要贵在了盔上12位摩托车世界冠军的亲笔签名，包括了大家熟知的马奎斯、罗基等重量级冠军车手。土豪老哥直接以恐怖的31万美元天价将这顶盔拍下，折合人民币198万。最终卖方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抗癌基金会。天哪，一顶头盔相当于长沙2套房了，而且把这么多超级大王的名号顶在头上，骑车的体验一定很奇妙吧。所以我的宝，如果有人送你一顶价值198万的头盔，你是带出去骑车，还是拿它换房换保时捷呢？什么摩托车被称为摩托车界的劳斯莱斯？它呀，这不就是一破本田吗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可不是什么破本田，本田精益也是车界公认的劳斯莱斯，落地40多万，价格相当于一辆宝马5系。什么？本田家的2轮价格比4轮还贵？作为一款休旅摩托车，你来看看它丰富的配置，就知道凭什么这么贵了。什么手把加热、座椅加热、多媒体屏幕、CarPlay、安全气囊、收音机、音响等等，它都有。这不都是汽车配置吗？对啊，并且还搭载着1883cc 的自然吸气水平对置6缸发动机，比你家宝马X1还多3个缸。来听一下6缸机的咆哮。车重700多斤，比2台ninja400加起来都重，是不是觉得倒车会很麻烦？不用慌，它有倒档。这车要是倒了怎么办？倒了就打凤凰洋人来扶啊！想什么呢，我的宝？带上。这，今天有一个大 V 邀请我去坐他的宝马敞篷车，还说那车我肯定没见过。哼，宝马有什么敞篷车是我没见过的？小曾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宝马敞篷车？你就说这是不是蓝天白云？这是不是敞篷车？好像也是啊。你怎么跟个憨憨似的？那不就行了？走，带你遛弯去。还是不要了吧，我怕别人觉得我是个傻子。知道你胖了，还给你准备了帽子，你应该会喜欢。小曾哥，你这么贴心啊，是秀爷还是阿拉呀？哎，来，带上。这坐在宝马上戴着杜卡迪的帽子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像个憨批呀？自信点，把那个像去掉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租回来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撩妹去了。我不是妹吗？不是我的车吗？想什么呢？这才是你的摩托车。男人天堂长什么样？那也许就长这样吧。今天来参观车友的车库，我一个女的都看得热血澎湃。都说男人其实从未长大，只是喜欢的玩具越来越大了而已。你看看这些安放在橱窗里的机车，其实就像女人1毛钱里的包包，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，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就很开心。平常3、5好友约着在大空地压弯、练车，累了就去女人台球桌打桌球，也许就真的能忘掉生活的烦恼，仿佛那一刻我们仍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。网上有句话说，男生其实有很多梦想，想做球员，想做游戏玩家，想做车手，但是18岁以后，他们的梦想都变成了买车买房。所以我的宝，别让生活耗尽了你的野心和向往，希望你归来时仍是少年。雅阁披风格有段位，青铜。哎，你这车挺不错的啊，得要个3、4千吧？不用，只要300-400。白眼。哟，你这肉包钱几十万呢，有这钱不如买辆汽车呢。说谁肉包钱呢？说谁肉？谁是肉？黄金。你这地平线长得真像杜卡迪。这就是杜卡迪。知道了，别装了。哎，地平线就地平线嘛。钻石。哎，你这摩托车跑得过思域吗？跑得过谁？思域啊。王子。哎，那边那骑摩托车的，你是机动车吗？去人道。最省油的摩托车 TOP 5，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？加1000能跑1年，加油站偶遇这几辆车堪比中大奖哦。第5名，雅马哈 YZF R215，想不到吧？一辆仿赛居然能和省油扯上关系。这台车155cc排量，车重仅137公斤，即便它是仿赛，100公里油耗也仅1.7升。第4名，本田 Super Cup C125，复古的造型让车迷们非常喜爱，油耗表现十分惊人，市区油耗100公里只有1.33升，按照8块1升油来计算，每公里行驶仅需要
1毛钱哦。第3名，本田小猴子，本田最炙手可热的迷你车型，即便售价2万多，也仍深受广大摩托车爱好者的喜爱。大人眼中的玩具，小孩眼中真正的摩托车。市区油耗1.28升。第2名，本田 MSX125SF， 本田家族的省油王，市区每公里油耗仅1.22升。第1名，还没接到这一份省油榜单，你认可吗？我想买一辆杜卡迪，它算什么档次？拿表做比较，它相当于理查德米勒；拿包做比较，它相当于爱马仕；拿汽车做比较，它相当于法拉利。我还是不太懂。拿段位做比较，它是青铜还是白银？它是王者，成名于1926年的杜卡迪，是意大利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。在我眼中，它是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品牌。日本摩托车也许是最好的交通工具，哈雷也许代表着部分人的生活品味，但只有杜卡迪是带着热情和执着的高性能玩具。杜卡迪真就那么尊贵吗？对啊，尊贵一是因为价格，最便宜的车型都得差不多小10万；二是因为它绝不迎合市场造车，造车只是因为热爱。每一种车型都包含着历史、风格、性能和科技，绝不是其他品牌可以比较的。几乎全系大排量、近100年历史的烤肉机，你觉得它算什么档次？我想买一辆摩托车，买呗。但是我老婆说，只要我买摩托车就离婚。如果家人不同意，你还会骑摩托车吗？被家人反对骑摩托车的理由通常只有2种。第一种是因为钱，在不懂摩托车人眼里，花个几万块买辆摩托确实难以被理解。第二种就是安全问题，摩托车和汽车的安全性比起来确实要差很多，而且摩托车的刹车操作技术要求远高于汽车，导致刹车距离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与汽车相提并论。对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没钱的就挣钱，靠自己挣来的钱，无论买的是什么车，都值得被人尊敬。其次，摩托车很危险，那就戴好头盔护具，穿好骑行服，学习和提升安全知识，管好右手，遵守交通规则。最后，和老婆好好商量，宝，我相信你的热爱会被理解的。好的，我这就去换个老婆。你的爱会将我灌醉。逼他一下。只要酒驾，直接死刑。酒后驾驶摩托车算酒驾吗？算啊。那驾驶电动车呢？也算。骑自行车呢？算，都算。你知道酒驾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在马来西亚，丈夫酒驾，老婆坐牢；在萨尔瓦托，只要酒驾，直接死刑；在美国酒驾是要被拉去参观停尸房的。而我国酒驾，饮酒驾驶罚款2000，记12分，暂扣驾驶证6个月，醉驾吊销驾驶证5年。于是有些小伙伴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酒后只要不开汽车，骑摩托就能躲避惩罚。其实酒后驾驶摩托车仍然会被记12分，罚款2000，扣驾驶证6个月。而酒后驾驶非机动车，轻则罚款50，重则直接扣车。不过那些最高时速超过25码的电动车，一律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，记12分，罚款2000，扣驾驶证6个月。所以啊，我的宝，还是要记住，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。你喝多了吧？大品牌摩托车质量就一定好吗？不一定。怎么说？说起大品牌质量问题，欧洲车最拉胯，日系车最耐造。根据国外媒体 Motorcycle 的统计，德国大厂宝马的维修率是40%，也就是说，新车提车4年内有高达40%的概率要返厂维修。而杜卡迪的表现在欧洲车当中其实还算不错，但维修率仍高达33%，是日本4大厂的3倍。那哈雷和庞巴迪这种高逼格美洲车质量应该不差吧？哈雷故障率是26%，庞巴迪最离谱，故障率高达42%。有趣的是，需要修理的庞巴迪摩托车中有45%的车主没有支付修理费，这说明他们应该直接坏在了保修期内。我就想一辆质量好的，买谁？本田和铃木。我就几百块钱，能不能给我安排3个头盔？别说3个，4个都行。我可不要那种一锤子就碎的。你放心，花1个头盔的钱就能享受4种头盔的功能，还真不是开玩笑的。我表妹的头盔就刚好能展现全盔、半盔、拉力盔、场地训练盔4种形态。它安全吗？安不安全我说的不算，你看看它的安全认证，你就知道它安不安全了。国内的3C， 美国的 DOT， 欧洲的 ECE 3方安全认证。国内专注于摩托车头盔生产的永恒大厂旗下品牌 Remake， 安全性和品牌信任力这一块不用担心，而且还有夜光功能，夜间行车既安全又能当最亮的仔。这4个对吧？一个4种形态。优雅又不过是
全球爆火的摩托车比赛，MotoGP里为什么没有川崎？川崎不参加摩托 GP， 有人说因为菜，有人说因为穷，其实都不是。川崎02年参加 GP 比赛，连续7年基本垫底，最终09年即金融危机，以技术资金不足为由退出了摩托 GP。这不就是又菜又穷吗？稍微了解川崎这个企业的就知道，川崎旗下不仅只有摩托车，还有航天航空、铁路、船舶、钢铁制造等公司，而且头顶还有大财团支撑，所以资金不足退赛纯属扯淡。地表最速摩托车川崎 HRR 以及另一个被川崎统治的赛场 WSBK 也恰好说明了川崎的摩托并不菜。不参加 GP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GP 是赛道专改车， WSBK 是市场售卖车改装，人家不屑于参加 GP， 毕竟 GP 并不能让他挣到更多的钱。站住！日本4大摩托车品牌谁排第一？这个我真排不了，把谁排最后我都要被喷成筛子。你排，我绝对不喷你。日本4大摩托车品牌本田、川崎、铃木、雅马哈各有特点。你要说销量，本田第一，这个谁都反驳不了。放在4大品牌里是第一，放在全世界，本田摩托车销量也是第一。你要说速度，川崎第一，以暴躁为名，追求极致速度的产物 HRR 4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，没有谁敢不服。你要说颜值和操控，那我如果说雅马哈是第一。你把我铃木放哪了？我不是还没说完吗？你看看现在年轻人，站住！我去跑慢跑 TT， 活着不好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跑慢跑 TT。那我做小孩那桌，1公里消耗4个车手，平均车速200多公里每小时，最高车速媲美高铁的慢跑 TT 摩托车大赛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赛车比赛，但依然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摩托车勇士。不就是一摩托车比赛吗？和 GP 有毛区别啊？慢跑 TT 没有美女环绕的批房，没有私人房车，更没有庞大的保证团队，不找赞助商，不提供官方用车，规则不受外界干扰的硬核风格。慢跑 TT 就是普通双车道，旁边不是建筑就是树，一旦摔车非死即伤。而 GP 的每个弯道都有缓冲区，铺有细沙或草坪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慢跑 TT 才成为了摩托车草根车手们最后的净土。什么？美女都没有？那我还是带着挡泥板去市区炸街吧。我的宝，冠军在 GP， 勇士在慢岛，小丑在炸街。骑摩托为什么要撅屁股？黑丝短裙撅屁股，都是为了满足你们对人女骑的美好幻想。其实，在路上你见过几个女骑车的呢？正确的摩托车骑行姿势，你做对了几个？一，胳膊向外微微打开，不要太直，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刹车的时候起到缓冲的作用。二，脚放正，不要外八，不美观，压弯的时候容易磨脚。三，脚掌踩在脚踏上，不要把脚尖放在挡杆下面，容易误操作哦。四 ，C 字形弓背，夹紧油箱，有利于缓冲，而不是这样撅着。那你还撅？杜卡迪烫，掏出来。你好，相亲，开门见山，工资8500，有房没车？有车没房，合适。我开空调16度，27度，滚！你们看看这，一个个的都有挡泥板，都2-2成对的，而我就
此处非静止画面。整理一下手套，假装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最棒，欧耶！走吧，看我怎么蹦你们。带个打鸣板只会影响提速。看好了，弟弟们都在后面吹街霸的尾气吧。摩托车是机动车吗？当然是啊。那凭什么都是机动车，就它不让上高速？首先，你的雅迪是电动车，不叫摩托车好吗？其次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不让摩托车上高速，只是每个地方的规定不同。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省份，比如新疆、广东、河北等。但是上高速之前，需要摩托车驾驶员有牌有证，正规佩戴头盔护具，不载人载物。在高速上行驶过程中，只能在最右侧车道行驶，并且车速不能低于60，高于80。当然，也有些省份硬性规定不让摩托车上高速的，大家就遵守规矩，不要硬闯。毕竟被抓到了就是3分200。还有我的宝，我把不让摩托车上高速的省份全整理在这张图里了，有需要的收藏吧。切，你这街霸也就1100cc 啊？是啊，你有事吗？1100cc 都敢叫地表最强街车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哈雷随便一辆1800cc，甩你一条街。你要说哈雷大哥的气质甩我一条街，我也就认了。但你要说速度甩我一条街，我真想让你尝尝街霸的尾气。街车和巡航比速度，就是在耍流氓。摩托车并不是排量越大，速度就越快。虽然一般来说，大排量摩托车确实比小排量动力更强，速度更快，但是影响速度的又不是只有排量，速度还要受到实际功率、变速比、车重等多方面的影响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川崎 H2R 也不过才998cc而已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车我是没钱改了，我只能减肥改自己了。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加速？网上说，打开抖音搜索框，输入头盔2个字，然后点商品类目，看看系统给你推荐的前4个商品的单价。如果有3个超过1000块，那说明你是成功人士，生活质量非常不错。如果有2个单价在100到1000之间，那说明你是工薪阶层，生活质量一般。如果单价全部小于100块，那就说明你可能是那个什么啊？我是那什么？怎么会呢？肯定是大数据对你的误解。我也是那什么，快看看你是什么吧。网络上的世界机车合集，有一种尊贵叫杜卡迪，有一种暴力叫川崎，有一种销量叫本田，有一种速度叫阿普利亚，有一种格调叫哈雷，有一种巅峰叫宝马。现实生活中的世界机车合集，有一种轮椅叫 KTM， 有一种清新小伙叫鬼火，有一种无奈叫地平线，有一种笑话叫道奇战斧，有一种短腿叫小猴子，有一种现实叫啥也买不起。如果 KTM 造汽车，你敢做吗？骑 KTM 都病，更何况是汽车。如果你不能这么说，当心被打。不玩摩托的应该没几个听说过 KTM 的大名，但是只要玩摩托的，听到 KTM 的名号，都得给大哥鞠3个躬。作为奥地利助理KTM 一直是 KTM 车主心中的神，但 KTM 家造的汽车真的让人一点都不意外。KTM X-Ball 起售价就是139.8万，全车碳纤维外壳，一系列七七八八的选下来，落地差不多200万。但是搭载的是 2.0T 发动机，而且最特别的是什么？是这车居然有雨刮器，可是没有车顶，全程敞篷，所以为了防止下雨变成水套车，就只能放在车库里。哪怕是大晴天遇到洒水车都得爬出去，就算是开去路边买个炸串，都得找人专门看着，不然很有可能一回来快拆方向盘就被别人薅了。而且2座临门，想上车得迈开1.8米大长腿跨进去，就是一台可以合法上牌上路的卡丁车，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